有一句话说，世界上最迷人的莫过于月光和新娘。身穿婚纱的新娘肯定是漂亮的，然而鬼新娘是否也那么漂亮呢？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这期节目是由欧巴 Steamboat 冠名赞助播出。那么今天小南就和大家聊一聊鬼新娘。鬼新娘的由来其实源自于古时候的迷信习俗冥婚。对于古代华人来说，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即使早年逝世的人也必须结婚，因此就有了冥婚这个传统。冥婚一般是已故的女子通过灵媒寻找已故的合适男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瓜咗都要結婚啊。他们合婚好了之后呢，就会选择一个黄道吉日，在这个好日子两个人合葬在一起，然后家属送上冥钱、金银财宝、纸扎衣服、各种金饰、玉镯等在坟头前焚化。在古代冥婚习俗中，会用已故的单身女子照片搭着一顶纸桥出嫁，一边吹着唢呐前往丈夫家。此外，女方的父母还要一边嚎哭一边送女儿出嫁，就这样女子算是嫁到丈夫家去了。到了丈夫家之后，他们便会把入门女子的照片摆放到祖先灵位节，并供上长寿面和子孙饺子。在传统里，如果在衣衫的某处地上发现了红包，一定要小心，千万不可以去捡起来，因为这很可能就是那些已故女子在招夫的开端。某个清明节的凌晨，一个单身的黄姓男子一大早起身，打算到马六甲某一处的华人驿山去祭拜先人。由于他想要避开密集的人潮，所以他在清晨4点半左右就带上祭拜用品、纸扎衣服、冥钱香烛等前往扫墓。步行去祭坟的他，在登山的路上忽然脚下摸到了一个小红包。那个时候，因为他双手都拿着东西，所以只是把脚甩了甩，便继续上路。过了大约2个小时后呢，该名黄姓男子祭拜完了先人后，便收拾东西准备下山回家。然而诡异的是，在下山的路上，他又踩到了小红包，但这次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开了那个小红包。小红包里装了一张女子的全身照，这是一张颜色已经褪去的老照片。照片里是一位眉目清秀的女子，身穿贴身的鲜红色旗袍，脚上还搭着金丝绣花鞋。单身男子看到照片后心里十分喜悦，像是心里在盘算着什么似的。于是他随手把小红包放进了口袋。回到家后，男子上厕所，并拿出刚才小红包里的照片，用手指弹了弹，笑了一下。这时候，厕所门底下的风吹了进来，轻轻地打在他的脚踝，像是被人摸了一下。然而男子并没有多加理会，如厕完后就离开了。接下来的几个夜里，男子隐隐约约在梦里见到了照片中那位端庄妩媚的女子。有时候他坐在镜子前，嘴唇抿着红字，有时候手里又拿着油纸伞，背对着他重复地说：小女20有4，尚未嫁人。终于在某一个夜晚，男子一如往常地躺在床上准备入睡。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打开冷气感觉太冷，只开风扇又觉得太热，心里顿时就是一阵郁闷。墙壁上时钟的秒针一秒一秒地移动着，没有关紧的水龙头也滴着水，不知不觉他就这样睡着了。睡着后，男子再次梦见了那个女子。梦里的自己面对着彼此，手里握着酒杯，似乎在和对方进行合卺仪式。怎知突然间，那个女子突然把酒杯摔在地上，给了他一巴掌，用憎恨的眼神看着他，眼睛流出了血泪，呼喊着：你不是真心爱我的，你不是真心爱我的。然后使劲掐着男子的喉咙，吓得男子立刻从睡梦中惊醒。
醒来之后，男子发现脖子上竟然有一条深红色的勒痕，手臂上也出现被女人指甲抓伤的伤口，伤口处还发了炎，变得又红又肿。从此，他每天晚上都失眠，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眼袋也变得越来越沉重。偶尔上厕所，还会听到一句“小女20有事，尚未嫁人”。马桶的储水库还会发出像是动物腐烂的恶臭味，弥漫整个厕所。这样的情况让他实在受不了，马上请来了一名来自九皇庙的高僧和道家师傅，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回事。道家师傅在这男子家的每个角落放置了折好的符纸，此外还让男子买了相架，把那个女子的照片框了起来，并请来女子的母亲履行了冥婚，烧一大堆冥钱，花式纸扎玉装，金元财宝给那位女子。事后，道家师傅透露，原来那个女子年纪轻轻就病逝了。病逝前并没有对象，而且她还是家中唯一一个女儿，所以母亲就帮她筹备了这次的冥婚。可是这个女儿从小就很有想法，什么都要自己选择，所以她自己就选择了黄姓男子。最后，男子就这样和这个女子结了婚，在祖先灵位上供奉多一个灵位。那么，男子梦见这女子掐他脖子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女子的母亲告诉他，他们家是非常传统保守的古式家庭，丈夫经常酗酒后家暴他们母女俩，有时候还会拿麻绳去勒他们，所以女儿害怕的只能躲到厕所里。因此，女儿从小就体弱多病，再加上恶妇的家暴，最终卧病逝世，留下了孤苦伶仃的母亲。关于冥婚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小南在这里推荐大家一部2020年开播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以美华裔作家朱阳系鬼新娘小说改编而成，名叫《彼岸之家》，由台湾演员吴康仁、黄佩嘉和马来西亚演员田世广联合主演。剧情里讲述1860年殖民时期的马六甲有一个叫丽兰的女人和林氏望族已故的儿子举行冥婚后，渐渐卷入神秘迫害和人鬼之间的故事。这期的故事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冥婚是古代华人习俗中的一种崇高文化，这代表着以前华人对婚姻的重视，也是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那么，在现代生活中的你对冥婚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是否曾经在某处的地上捡到过小红包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万年 DB 成立以后刘特佐安排了纳吉以及沙地阿拉伯的土耳其王子在游艇上见面，谈开发石油公司的项目。万年 DB 和土耳其的沙乌地石油国际 PSI 合作，并拟好了备忘录。几天后正式成立双方共同投资的方案。这合作项目是 PSI 提供万年 DB 在土库曼斯坦和阿根廷的石油田开发权，当时外界估计市值25亿美元。